昨天晚上我在机场送朋友，亲眼看到一位60多岁的阿姨在海关柜台前急得直跺脚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海关工作人员从她的行李箱里拿出好几盒包装熟悉的药，有降压的，有治关节痛的，还有几瓶写着英文标签的保健品。阿姨带着哭腔一直解释，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，都是好药啊。但工作人员只是严肃地摇头，手里的黄色封条格外刺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阿姨是去澳洲看刚生外孙的女儿，这些药有的是女儿之前寄给她的，有的是她自己平时吃的，觉得澳洲药贵就想多带些过去，结果因为这些药里有些成分在澳洲根本不许可入境，她不仅面临巨额罚款，连探望女儿坐月子的计划都可能泡汤。我是雨桐，欢迎大家来到健康永驻频道。这种事我这些年真的见过太多了。老人家高高兴兴出国探亲，孩子精心准备了礼物让父母带出国，结果就因为几盒药、几瓶保健品，在海关被扣了好几个小时，轻则罚款没收，重则影响签证记录，甚至直接被拒绝入境。现在马上就是12月了，这是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时间段。很多留学生要放假回国，不少长辈计划出国和孩子一起过春节，还有很多人想趁着年假出国旅游。但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每年这个时候恰恰是各国海关查验最严格的时候，特别是药品和保健品这一块，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。今天这条视频，雨桐就专门跟各位长辈，还有要帮父母准备行李的子女们，好好讲讲出国带药的那些隐形红线。如果您家里有长辈要出国，或者身边朋友正在准备国际行程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平安健康4个字，或者点个订阅。闲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首先咱们说最重要，也是长辈们最容易出问题的慢性病常用药。很多叔叔阿姨都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关节炎这些慢性病，需要长期服药，出国时间长，自然就想多带点药，觉得国外的药贵，而且看不懂外文说明书，用着自己熟悉的药才踏实。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，我妈妈出国看我哥哥时也是这样，恨不得把半个药箱都搬去。但是这里有个天大的误区，您在国内医院正规开的处方药，不等于在国外就能合法携带。这里有个关键原则，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，凡是含有麻醉成分或精神类药物成分的药，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严格控制的。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止痛药。很多长辈关节痛、腰腿痛，会吃一些强效止痛药，比如含有曲马多、可待因成分的药。这些药在国内是处方药，需要医生开。但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家，他们被列入了管制药物名单，相当于我们国内的麻醉类药品管理级别。如果您没有携带医生处方，而且是英文的，有医生签名的正规处方，也没有申报，海关完全有理由认为您是在非法携带管制药物。我去年接触过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一位北京的伯伯去美国看儿子，带了6盒某品牌止痛药，是他平时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时吃的。过海关时被抽查到了，海关人员一看成分表里有可待因，马上把他带到了单独的房间。老人家英语不好，儿子又在机场外接机区进不来，双方沟通了整整5个小时，最后要全部没收，还被罚款$1200。最麻烦的是，海关在他的护照上做了备注，这意味着他以后每次进美国都可能被重点检查。伯伯回来后一直说，我就是带点自己吃的药，怎么就像个罪犯似的被审。但规矩就是规矩，国外对这类药物的敏感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。除了止痛药，还有一类药特别容易踩雷，安眠药和抗焦虑药。有些长辈睡眠不好，会长期服用一些助眠药物，比如安定类的药物。这些药物在很多国家都属于精神类药物，管理极其严格。如果您需要携带，必须满足几个条件。第一，必须是本人服用；第二，必须携带原始包装和说明书；第三，必须携带医生开具的处方，而且处方上要明确写明用药原因、剂量和时长。第四，最好能有医院的诊断证明翻译件，少一样都可能出问题。所以我给各位长辈的第一个建议是，如果您需要携带处方药出国，尤其是止痛类、安眠类、镇静类药物，务必在出发前做好3件事。第一，去医院找您的主治医生开一份详细的诊断证明和用药说明。
写清楚您的病情，需要服用的药物名称，最好用国际通用名、剂量和疗程。第二，把这份证明找正规翻译公司翻译成英文，并加盖翻译公司的章。第三，所有药物必须保留原包装、原标签，千万不要觉得药盒占地方就把药拆出来混装在药盒里。您想想，海关人员面对一堆没有标签的药片，他怎么可能知道这是降压药还是别的什么？只能按最严格的规定处理。接下来咱们说第二种，也是子女们最喜欢给父母买，父母也最爱戴的保健品和中药制品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孩子们孝顺，经常给父母买一些昂贵的保健品，鱼油、银杏叶、辅酶 Q10、维生素等等。父母出国时就想把这些好东西带给国外的亲戚朋友，或者自己带着吃。还有一些长辈相信中医，会带一些中成药，比如止咳糖浆、风湿膏药，甚至是一些药材原料。这里面的坑可就多了。先说保健品，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概念，保健品在很多国家被归为食品补充剂，而不是药品。但正因为它是食品类，它的入境规定反而更复杂。比如澳大利亚对保健品入境有非常详细的规定，含有肉类成分的，比如某些软骨素，含有动物器官成分的，还有草药成分的，都可能需要申报甚至禁止入境。我曾经有位客户给母亲带了几瓶很好的羊胎素胶囊，结果在悉尼机场全部被没收，因为澳洲禁止任何羊类制品入境。为了防止口蹄疫传播，阿姨当时心疼的不行，好几千块钱的东西就这么扔了。再说中药和中成药，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，很多我们觉得安全无害的常用中成药，在国外可能是违禁品。最典型的几个例子，第一，含有麻黄成分的药品。麻黄里含有麻黄碱，这是制作冰毒的前体原料之一，所以全球海关都对它高度敏感。一些治疗感冒、咳嗽、哮喘的中成药里可能含有麻黄。第二，含有马钱子、乌头蟾酥等有毒药材成分的药物。第三，任何含有动物成分的药物或保健品，比如虎骨、麝香、羚羊角、鹿茸等，这些在全球都是受保护的濒危物种制品，携带入境不仅是违规，更是违法，可能面临刑事指控。我记得前年有个让人特别唏嘘的新闻，一位老中医去加拿大探望女儿，带了自己配制的治疗关节炎的药酒，里面泡了一些草药和蛇，他觉得这是祖传秘方，效果好。结果在温哥华机场被检疫犬闻出来了，开箱一看，海关人员都惊呆了，药酒里泡着一条完整的蛇。最后老爷子被拒绝入境，当即遣返，还被列入黑名单。他女儿在机场哭着说，我爸就是想给我带点他觉得自己最好的东西，但生态安全面前没有情面可讲，所以对于中药，我的建议非常明确，除非你有极其完备的文件，包括成分说明、医生处方不含违禁成分的证明。第三种情况，我要特别强调，因为90%的长辈真的完全没有这个意识，那就是帮别人带药，这种情况太普遍了。邻居王阿姨听说您要出国，托您给她在国外的女儿带几盒胃药，老同事李叔叔让您顺便带2瓶降压药给他国外的儿子，您觉得举手之劳还能帮帮朋友，就答应了。但您知道吗？这个举手之劳可能给您带来天大的麻烦。从法律角度讲，您携带的不是本人自用的药品，这就涉嫌非法携带药品，甚至药品走私。海关一旦问起来，这些药都是您自己用的吗？为什么剂量这么大？您怎么回答？如果说实话是帮别人带的，那海关有权扣押所有药品，并对您进行调查。如果您撒谎说是自己用的，但药品的种类比如既有胃药又有降压药又有儿童感冒药，明显不符合个人合理自用范围，海关更会怀疑。在国外，药品管理制度非常严格，没有医生处方为他人携带处方药，性质是很严重的。我讲一个发生在我咨询者身上的真实故事。张阿姨去美国探亲，出发前楼上的邻居央求她带3盒某品牌抗癌靶向药给邻居在美国的亲戚。邻居说这药在国内买比美国便宜很多，能省不少钱。张阿姨好心，想着要是救命的，就藏在衣服夹层里带过去了。结果在旧金山机场 X 光机扫描显示她的行李箱有异常，开箱检查后，海关发现了这些没有处方的抗癌药。
接下来的事情就像噩梦，张阿姨被带到审讯室，海关怀疑她参与国际药品走私，不仅扣了药，还通知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。她在机场滞留了整整2天，最后在律师的帮助下才得以放行，但签证被取消，5年内不得入境美国。好好的探亲之旅变成了一场官司。所以雨桐在这里用最大的声音提醒各位长辈，千万不要绝对不要帮任何人携带药品出国，尤其是您不了解的、没有处方的或者包装可疑的药品，这不是帮人，这是在害自己。说完了药品和保健品，咱们也得顺带提一下其他几样长辈们容易忽略的行李雷区。虽然今天主题是药，但这些也息息相关，一并说了大家心里有个谱。第4样就是吃的，特别是长辈们的一片心意，自制食品。孩子在外，父母总担心吃不好。我妈妈以前每次来看我，都想给我带她亲手包的饺子、做的酱牛肉、腌的咸菜。她的心情我懂，但这些东西过海关，十有八九会被没收。任何肉类制品，无论是真空包装的牛肉干、火腿肠，还是自制的腊肉、香肠，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禁止入境的。原因是为了防止动物疫病传播。您可能会想，我这是熟的，高温杀菌了。但海关检疫的标准是零风险，他们不会去检测您的食品是否煮熟，只会一律视为风险物品。一旦被检疫犬闻出来，或者 X 光机看出异常，开箱、没收、罚款是标准流程，那个罚款数额够您在国外买一整头牛了。第5样是现金，很多长辈觉得出国带信用卡不放心，喜欢带现金，但每个国家都有现金入境申报规定，一般是等值5000美元左右。如果一家3口出行，把3万块钱分开，每人带1万，以为这样不用申报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海关会把这种行为视为拆分现金，有洗钱嫌疑，一旦查出，现金可能全部没收。正确做法是，超过限额就老老实实走红色通道申报。申报不征税，只是登记，证明您的钱来源合法，千万别因小失大。第6样是珍贵的动植物制品，比如一些老物件，象牙雕刻、玳瑁眼镜、沉香木手串，或者您去旅游时觉得好看的石头、种子、苗木想带回国，这些基本都是禁止的。象牙、玳瑁涉及濒危物种保护，是全球禁令。而种子、土壤可能带来外来物种入侵，危害当地农业生态。我见过一位喜欢收藏的大爷，带了一小袋相思豆种子想送人，在澳大利亚被罚了2000澳元。说了这么多，可能有些叔叔阿姨会担心，雨桐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我这药不能带，那吃的也不能带，我出国生病了怎么办？难道国外不让人吃药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给大家提供几个安全可行的办法。第一，出发前主动查询目的地国家海关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，现在很多都有中文页面，搜索 XX 国海关禁止入境物品清单，把清单仔细看一遍，或者让您的子女帮您查清楚，这是最权威的方法。第二，如果必须带药，遵循自用、适量、有处方、有证明的原则。只带本人旅行期间必须的量，比如2周的剂量，带上医生中英文处方和诊断证明，药品全部保留原包装，把所有这些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，和药品放在一起。第3，也是最稳妥的一招，如果不确定某样东西能不能带，就在入境卡上申报，在申报栏里勾选药品或食品，然后走红色申报通道。大大方方的拿给海关官员看，问他您好，我带了些我自己的药，这是处方和证明，请问可以带入吗？如果您主动申报，哪怕这个东西最后被判定不能带，您也只需要当场放弃即可，一般不会罚款。最怕的就是藏着掖着，走绿色无申报通道，一旦被查出来，那就是隐瞒，性质就严重了。最后，雨桐想跟各位子女们多说几句，我们做儿女的都希望父母出国旅途顺利平安，在帮父母准备行李时，请多花一点时间帮他们检查一下药品和物品，耐心地跟他们解释国外的规定，不要嫌麻烦。很多时候长辈们不是故意违规，他们只是用自己习惯的充满爱意的方式在表达关心，而这些方式可能不符合国际旅行的规则，我们的理解和提前准备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。马上就是年底出行高峰了，如果您觉得今天雨桐讲的这些内容有用，请一定转发到家庭群，或者给即将出国的父母看一看，您的一次转发、一次提醒，可能就能帮他们避开成千上万的罚款，避免在异国他乡的机场陷入无助和恐慌。
平安健康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在健康出行、国际用药方面还有任何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雨桐，健康永驻频道的主理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祝每一位即将远行的长辈和每一位牵挂父母的子女都出入平安，健康永驻。